23号、24号，需要的这边排队。医生说宝宝马上要出生了，要我好好休息。是吗？真是太好了。庭深，如果你还在的话，现在应该当爸爸了吧？小姐给你药。哦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庭深，庭深，哎，小姐，怎么回事？不会的，如果这4年里庭深没有死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不来找我？不会的。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？这是春叔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等我任务结束后，我就回去。他去出任务的时候，突然遇到爆炸，死了10几个人，他在名单上。没找到他的尸体，他就有可能还活着。我不相信他死了。你是好姑娘，是我们庭深没福气。你往前看吧，去找自己的幸福。庭深，你失约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没看错，庭深真的还活着。是不是我不来，就要一辈子被蒙在鼓里？是不是我不来，就要一辈子被蒙在鼓里？楚楚，你不要怪庭深，他伤到了头，可他别的都记得，却偏偏忘了你们俩的过去。你不知道庭深有多痛苦，我实在不忍心让他强行恢复记忆。什么？楚楚，是庭深对不起你，但是我们一家人现在很幸福，他和他老婆很幸福，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你就当不认识他这个人，朝前看好不好？一句轻飘飘的向前走，就能把我和他7年相爱的记忆都抹掉，除非我也失忆。妈，家里有客人。哦，他马上就走。啊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要不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？啊，我也想跟你们认识认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是饭菜不合你的胃口吗？妈，她是谁家的女儿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哦，她是我的干女儿。所以你是我的干妹妹。我不是你的干妹妹，我是你青梅竹马，相爱多年的未婚妻。是你青梅竹马，相爱多年的未婚妻。你在说什么？你难不成要瞒一辈子吗？他迟早会想起来的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
宋庭生，我才是你应该要结婚的人。我们在一起7年，但是你因为出任务失踪了4年，了无音信。我找了你整整4年，我一直在等你啊！我们好心留你吃饭，你要是再说这些奇怪的话，就请离开。庭生，这位是我的妻子，我们很相爱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的家庭。庭生，你发那么大火干嘛？别吓着梦妍了。楚楚，楚楚，楚楚，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你别在意。来，我再去给你拿上筷子。哎呦，楚楚呀，放手吧，好不好？伯母求求你了。可是，凭什么呢？我这辈子只爱江晚初一个人。凭什么宋庭生要用那么热烈的爱，在我的生命里蛮横占据了11年，又说忘就忘，想脱身就脱身，留我一个人痛苦？哇，下雪了！哇！庭生，啊？如果有一天你忘了我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那你一定要在我身边，因为我不想等我醒来之后，发现没你，这样我会很难。你干嘛突然问这种问题啊？哇，下雪了！庭生，我不会让你找不到我的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租下了这里的房子，住到这里，直到你恢复记忆。我没有失忆，更不会爱上你这种不可理喻的女人。难道他没有说谎？这是我们1周年纪念日拍的，当时我们一起吃饭，拥吻还是你提出来的。人都太多了，我嫌肉麻。你还说以后每年纪念日我们都按这个仪式拍一张。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庭生，庭生。庭生，你怎么？庭生，庭生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不要吓我。梦妍，我没事的，你别担心。我们先回去。伯母，我不会做过激的事情，我只想等他恢复记忆。楚楚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
你住在这儿，只能看到庭深，他是真的爱梦妍。就算他恢复记忆了，你们俩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可我答应过庭深，要等他恢复记忆，自己选择。哎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刚刚宝宝踢了我一下。走吧。要是时间能回到过去，该有多好！这么大的太阳还能下雨？宋庭深，啊！笑什么笑，傻子！你那个这位都水。一个月偶遇20几次，现在还跟到这里了。你是不是有点太故意？我没有跟踪你，这只是巧合而已。巧，出门，小区门口，现在又是学校。这么多巧合，那我们还真是有缘。难道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们以前真的在一起？他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可是我现在面对你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就算真的在一起过，我以前肯定也不爱你。如果你恢复记忆的时候还是这么说，我就从你的世界彻底消失。为什么看到他的样子，我会心疼？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我有妻子，不管你是故意的还是巧，我们都不适合在一起。我希望你不要自甘堕落。宋庭深，你还有多久恢复记忆？好像快坚持不下去了。我们和廷泰公司的合作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将作为我们公司的代表，外派去那边上班。延泰，那不是宋庭深的公司？我知道了。宋总，我是江州，你就这么对我阴魂不散，这么锲而不舍吗？哎，听宋总的意思，这个江总监啊，就是知道合作方是宋总，所以才特意跟过来的。可是宋总不是有老婆吗？还怀孕呢，难不成他想当小三？宋总，我没有闲到把工作和生活混为一谈，希望你也是。15分钟后，会议室开会。
今天晚上，富锦酒楼项目启动仪式酒会，到时候你自己去。知道了。王总，好久不见。这次的项目多亏了你。庭深，晚初。晚初，真是好多年没有你的消息了，得有4年了吧？石头，你们认识？兄弟，你怎么还是这么爱吃飞醋啊？你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现在结婚了吧？身边的朋友都还记得我们的爱情，可宋庭深却忘了。那时候在校园里，你们就是公认的模范眷侣，我还一直想和你们俩喜酒来着。我已经结婚了，但不适合他，但不适合他。宋庭深，故意找人配合你演戏有意思吗？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？我是想让你恢复记忆，但不至于找人来骗你。或许我真的不该再出现在他的世界里。现在在他的眼里，我已经成了这样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了。如果这都不是骗，那是什么？别再跟着我。那个曾对我保证，我永远不会将背影留给你的人，终究是渐行渐远。庭深，都说了你不用陪我了，我就是有点积食，你工作忙，我一个人出去走走就好了。这么晚了，不安全。况且，我想陪在你身边。走吧。等一下，你是20几号？什么？20几号？只有我才是多余的那个人。这4年的坚持真的有意义吗？或许，只有等到他恢复记忆，亲口听到他的拒绝，我才会甘心。施主，好久不见。主持，你为你未婚夫点的长生灯续火4年了，今年还续火吗？或许真的是神明显灵，让宋庭深活着回来，可我要付出的代价，却是和他形同陌路。又是你。住持，江施主为宋庭深施主点的长生灯忽然灭了，不知怎么都燃不了。什么长生灯？庭深，你别这个样子，有可能只是重名了而已。把事情给我说清楚。是我为你点的长生灯。什么目的？当初你下落不明，我想求神明显灵，保佑你好好活着，所以为你点了一盏。这盏长生灯寄托了我仅存的希望，可现在你却在质疑我动机不纯。这么说，你做戏还真是做全套啊！我没有做戏。不用解释，我不在乎。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胡搅蛮缠。如果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受了什么影响，我饶不了你。庭深，我们还要为孩子祈福，走吧。
我是不是像一个觊觎别人幸福的小丑啊？可那样的幸福，明明应该是我的。主持，我的未婚夫现在过得很好，那盏长生灯灭了就灭了吧，反正我也不打算续香魂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们有缘会再相聚的，你为他做的一切，他会知晓的。或许我和宋庭生的缘分，早在4年前就断了。喂，有传言说你在外派期间纠缠对方公司宋庭生总经理，给公司造成了恶劣影响。从今天起，你暂时停职。这个项目我会交给其他人负责。不是的，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。我只是想让宋庭生恢复记忆而已啊！我想让他相信我们的一切。可为什么我越用力，失去的越多？我错了吗？江晚初，是不是你散布谣言，说我和你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？没有，我不至于用这种手段吧？而且我已经被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不管你用什么下贱的手段，我不介意恢复记忆，因为我会像所有人这样，哪怕我恢复了记忆，我爱的人只有孟爷爷，我爱的人只有孟爷爷。庭生，庭生，你怎么到家了都不回来呀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你现在是孕晚期，不好好休息，你出来做什么？我和他在说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，你别担心，走吧。这是你愿意嫁给我？等我任务结束，我就回来娶你，我就回来娶你。江小姐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聊一聊。你知道我和庭生是怎么在一起的吗？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，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。是我开车去医院救了他，我日夜照料他，每天帮他清洗伤口、擦拭身体、包扎换药。就这样过了3个月，他康复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告白了。我好像曾和一个很重要的人说过，如果我失忆了，他就要一直陪着我，直到我恢复记忆为止。文言，我醒来后都是你陪着我，你一定就是那个人吧？是我。
对不起，我撒谎了。但我早就爱上了他，又怎么舍得放手？他会跑10多公里去给我买最爱的水晶包，也会在每个纪念日拍下拥吻的照片，用录音笔录下我们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江小姐，他是真的很爱我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了爸爸。水晶包，在每个纪念日拍照，这不都是我跟庭生在一起时候做的事吗？难道他认错了人？他骨子里爱的还是我？小心！陆言，庭生，庭生，江望初，你也太恶毒了吧！你连一个孕妇也不放过。要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有什么损失，我饶不过你。走。妈。哎呦，我抱上大孙子了！哎呀，长得跟我真像。江小姐，你又来做什么？你害了梦妍还不够，难道你要害我孙子不成？伯母，我没有想害他，那天我是看到他快被车撞了。行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为什么老抓着过去的事情不放？求求你了，我们一家子现在过得这么幸福，没有你哪儿来的这么无妄之灾呀？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他恢复记忆而已。那我要是一辈子记不起来，你是不是要纠缠我一辈子？江望初，别让我恶心你。恶心？好，宋庭生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彻底消失。我会彻底消失。明明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闯进我的生活，我应该厌烦她。可是我为什么有一种心痛的感觉？庭生，你怎么了？庭生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庭生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已经当爸爸了，孩子和梦妍都需要你啊。庭生，孩子想要爸爸了，你要不要抱抱他？你们别说了，我不会背叛婚姻的。那个，我回家去给你拿换洗的衣服。别误会，我已经答应过你，从你的世界彻底消失。我祝你永远都不要想起我。
我祝你永远都不要想起我。永远都不要想起我。我是宋庭生，这是录音笔，用来记录我的遗言。我的声音，我要着重说的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挚爱，江晚初小姐。我找了你整整4年，我才是你应该要结婚的人。初初，以后我们每一年的纪念日都拍一张拥吻的照片，不许嫌弃。初初，等我完成任务回来，我们就去结婚。初初，要是我失忆了，你也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不想我恢复记忆后找不到你。初初，我只会爱你一个人。哦，宋庭生啊！我这辈子只爱江晚初一个人。庭生，如果有一天你忘了我怎么办？要是真的有这么一天，你一定要在我身边。要是我醒来，我发现你不在了，我会很难过的。这是……初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初初，初初。江晚初，江晚初，他是不是已经登记了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江晚初，江晚初，江晚初。江晚初，我记起来了，我全部都记起来了。江晚初。对不起，我就知道你会想起来的。你怎么会觉得我会把你忘了呢，笨蛋？切吧。喂，刚刚，就是刚刚，医生来过了，孩子脸都青了，很不好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就回来。你这是？初初，你
不会再离开我的，对吗？是不是孩子出什么事情了？孩子他突然心脏骤停了。那你还不快去医院？你在这儿干嘛啊？那你……我不会走的，你快去医院吧。他还是这么善良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会将自己放在自私的位置上。我却在失忆的时候这么冤枉他。叔叔，等我医院事情处理完，我就回来找你。我等你。庭深，医生说孩子是因为贫血导致的继发性心脏骤停，他还那么小，他命怎么那么苦啊？妈，你先别激动，孩子一定会没事的。是，我的宝贝孙子，既然天下，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没事的。妈，梦妍呢？在病房里。我先过去看看。梦妍，庭深哥，我们的孩子会不会出事啊？梦妍，孩子不会有事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他有事的。庭深哥，我刚刚真的好害怕，我害怕我们孩子出事，我医院怎么办？我现在依靠真的只有你，真的只有你。孩子会没事的，我们也是。楚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，放心不下，就想来医院看看有没有帮得上忙的。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。孩子会没事的，我们也是。我很好，我都能应对。你先回去吧，啊。我来，真的只是想看看有没有帮得上忙的。我担心你，我也答应你了，等你的消息。所以，我没想给你造成多余的负担。我走了。哎，楚楚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想要赶你走，我是怕你看到以后，你会心情不好，你会不开心，你会再次离我而去，所以我想着，我清清白白的回到你身边，然后才能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没关系，4年我都等了，等多久我都愿意。这个拥抱已经迟到了4年。庭深，你们，庭深，你恢复记忆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做孽，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伯母，您别这样。你现在终于如意了，庭深记起来了。可我的孙子病倒了，你给我们家带来的报应吗？
你觉得是我骗了你，你就一定要报复回来才甘心吗？你明明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你是嫌我们家乱的还不够吗？妈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怎么能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初初一个人身上呢？我是心疼我的孙子，他还那么小，不知道能不能治得好呀。没事，我跟伯母说两句。伯母，伯母，我知道您的心情。庭生是您一个人从小养大的孩子，当初庭生出事故的时候，您比我还伤心，却还强撑着安慰我，让我走出来。现在，庭生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还有了孩子，可是，一切现在又回到了原点。可是孩子得病并不是我们都愿意的。您放心，我和庭生已经商量好了，一切以孩子的病为先。我这次来医院就是为了孩子的病。我在这个医院有认识的医生，他说，只要手术成功，小孩恢复的几率很大。我们就安心的等手术成功的好消息，好不好？楚楚，伯母太激动了，错怪你了。我没事的，伯母。楚楚，伯母一时没控制情绪，我是看庭生他恢复记忆了，我就误会你了。恢复记忆就好。妈还一直担心，怕你头有什么问题，怕哪天突然就发作了，都会好起来的，都会好起来的。有人受伤了！梦妍，梦妍，梦妍，你怎么流那么多血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摔得这么严重？不是，我刚看到他好像看到了什么，然后才惊慌的摔倒的。看到什么？吓得跟见了鬼一样。还能有什么？不就是自己男人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，而且他现在刚生产完，再遇到这个事情，哪能不受打击啊？梦妍，梦妍，庭生哥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你说过你不会离开我的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。我现在只剩下你了，我真的只有你了。梦妍，你发过誓的，你说在我们这婚姻里面，你绝对不会抛弃我，你不能食言，你不能抛弃我，你快说，你不能抛弃我。就算逃走，也不想听到宋庭生对谭梦妍亲口的承诺。江晚初，你真是胆小鬼！庭生他会说什么？他会答应谭梦妍继续陪在他身边吗？不会的，说不定他会拒绝谭梦妍，说他恢复记忆以后，按照约定那样回到我的身边。留在这里是徒劳。你去看果果了吗？怎么了？果果的手术很成功，你知道吗？果果的手术很成功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可能是我太伤心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果果手术很成功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一般怀孕刚生完孩子遇到这么大个的手术，
当妈的这时候已经连鞋都顾不上，这样跑出来找孩子了。而且她知道我恢复记忆，可说的话全是担心自己没了依靠，没有任何关于孩子的。妈说，果果生病进了手术室，你一眼都没有去看过她。我不敢一个人去看他，我怕一过去，我就会面对最坏的结果。而且当时你又不在我身边，我真的没有勇气。我就想着等你回来以后，我们再一起过去看他。还好我们的孩子福大命大，没有出什么事情，不然以后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了。既然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看他吧。好。这张照片从哪来的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照片是我突然在枕头下面看到的，而且背后还写了一篇字。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所以不敢去看果果，我怕果果出了什么事。我当时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，害怕极了。我当时很想跟你说，但是我又不敢。那个人为什么会拿你和他的合照给我？难道他也知道关于你失忆的事情？你真的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从哪来的？等等，这张照片是你和他的合照？难道是江晚初放的？不可能！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会调查清楚。庭山，你不要欺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庭山，你不要欺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个照片就是以前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拍的，照片在他那儿，只有他能拿这个照片给我。还有，他知道我们生活上的一切。果果生病进了手术室，你失忆了，你忘记了他爱上了我，他都清清楚楚，所以才记恨在心，想把这个照片拿给我，能用孩子威胁我的，除了他江晚初，我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楚楚他不可能这么做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你的眼神就是在说，你很信任他，你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，从来没有。这件事情不可能是楚楚做的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我们在一起4年了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？还是说，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？庭山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你在我面前这么相信一个女的，你让我心里是什么感受？更何况他就是威胁果果的那个嫌疑人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担心孩子，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一张照片就妄下结论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，甚至连怀都不用怀疑。知道是现在这个结果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，好过现在受折。没错，当初确实是你救了我，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其实我失忆的那段时间，一直把你想象成我心底的那个楚楚。你和他有很多地方很像，所以我才会以为我自己喜欢上了你。但你是你，楚楚是楚楚，我从始至终爱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江晚初。他完全不顾及我的心情，他的整颗心、整个人都在那个叫江晚初的女人身上。不要。我知道这些事情一时之间很难接受，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去面对，不管是对你也好，还是对楚楚也好，都是不负责的。只要你愿意放手，我
我愿意拿出一切作为补偿。当初的那些承诺和誓言，都是我在失忆的时候许下的。但我现在恢复记忆了，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但楚来，我先走了。照片的事情，我会调查清楚，绝对不会让你和果果受到任何人的威胁。至于其他的，你就不要多想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还可以好好想一想，想要什么离婚补偿。平安哥，他不要我了，他把我丢下了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如意的，绝对不会。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梦妍摔了，你应该在病房里陪她。果果这边有我呢。我恢复记忆的事，和他说了。你们俩的事儿，我也不想陪着你们瞎折腾。我只要果果平安健康就好。既然这样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她身体还弱，你做事儿不要太过分了。等她身体恢复健康了再说。这个我知道，就是我现在得出去一趟，就是得麻烦你照顾照顾他们两个。哎呦，我倒是没事，可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又要去干啥？有点事情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稍后再拨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！怎么回事？叔叔，喂，宋庭深，你是谁？想救江晚初吗？人是你绑走的？对，他在我手里，马上就要死了。你敢？你到底是谁？哼！4年前你临危受命勘察秘密窝点，任务失败，伪装失忆溃逃，才4年，就不记得我的声音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要想救江晚初，就带着你拿走的东西来新山化工厂交换。我要听到初初的声音，我要确保他的安全。现在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，喂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谁在哪？找到你了。你怎么认识他的？你说的是谁？我不认识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别他妈给我耍花招！你说的那个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照片上这个人，4年前他闯入我们窝点，和外面的人里应外合，端掉了我们整个基地。我打了他4架，他居然都没死。这次我抓住他，我会把他对我做的10倍奉还给他。4架，死里逃生。原来这就是事情的真相。他失踪的原因，他是从地狱里面爬出来的，九死一生。天山，天山，你快走！他是来杀你的！宋庭山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别动他！天山，我不要你救我！你快走！你快走啊！对不起，当初任务来得太突然了，没有好好和你告别。我本想着等我任务结束后马上和你求婚，但是我失忆了。我把嘴给我闭上！这他妈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。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和他无关。把他给我放了，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。把他给我放了！不要，我不走。4年前我就差点失去你了，这次我要和你一起承担。别他妈唧唧歪歪的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说了算。宋庭山，把你的手脚给我捆起来，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，要是慢了，就别怪我的刀不长眼了。10、9、8、7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说1分钟吗？怎么可以从10开始数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想咋数我就咋数。要是宋庭山慢了，你的小命就没了，懂了吗？我好了。宋庭山，你现在就是我砧板上的鱼肉，任我宰割。我会把你对我做的一切10倍奉还。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！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怎么会摆脱那条绳子的？你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楚楚，你干嘛？你是不是哪不舒服？你要不要紧？我现在就去找医生。我没事，我就是醒来没看到你，我担心你出事，所以想要赶快找到你。宋庭生，你现在的身份只会给他带来非议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要是我一直没回来，你就打算关着小树去找我？哪有的事，我就是太着急了，所以忘记了。哦，太着急了，那就是一点都没有担心我的意思了。你。我出去呢，是给你带午餐的。你看，
这可是我去外面给你带的滋补鸡汤，你受伤了，可要好好的补一补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喝鸡汤吗？没有。那怎么了？你是身体还有哪不舒服吗？你快和我说，不然我要去叫医生了。没有，我哭不是因为这个。那是因为什么？这个伤疤是不是之前受伤留下的？那4个伤疤可以给我看看吗？为什么想看？因为我心痛你。孟言，他听值班医生说你在这个病房，害怕你出什么意外，所以跑过来了。没想到你和楚楚在这儿。孟言，你现在身体弱，要不先回房间吧？不用。庭深，快送孟言回去。庭深，你别惹孟言生气，他知道你恢复记忆了，情绪一直不稳定，你跟他好好说。我知道了，您放心，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。来，坐。因为我楚楚被绑架了，他昏迷了，被送到医院，我来给他送鸡汤。不要当着我的面这样叫他，我会觉得很恶心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话？怎么，这就心疼了？你不要这个样子。什么样子？那我应该什么样子？善良体贴，乐观开朗，还是能大方到能和其他女人分享自己的老公？你冷静一点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如果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，就请你回自己的病房，不要来打扰他。打扰？我听别人说我的老公在病房里面，我很担心，我以为他生病了，我跑来看他。结果呢，我的老公在病房里面和其他女人眉来眼去。你不是要问我来干什么吗？我这就告诉你，我是来带我老公回去。他是你的初恋，是你的白月光，是你失忆以后也要记起来的人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是你跟我求的婚，是你说你会爱我一辈子，是你承诺说不会背叛我们的婚礼，这些是你自己说的话。就算是你失忆了，那这些是假的吗？那4年是假的吗？我们的婚姻是假的吗？我们的孩子是假的吗？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甜言蜜语都是假的吗？我知道我不该来这，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。每当我想起你们俩瞒着我，在这儿打情骂俏，我就从心眼里泛起恶心、嫉妒，还有恨意。我巴不得他江晚珠原地消失，你彻彻底底的失忆，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的。天山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这里不需要人照顾了。可是你放心，我没事的，睡一觉就好，睡一觉就好，睡一觉就好。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还会好吗？我们之间隔阂的是跨不去的责任和万丈深渊。
曾经以为我们会像之前交往的那几年一样，一直幸福快乐下去。我每天依靠着念想过活，希望有一天奇迹能够来临，却原来是一场灾难。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条件是让彼此都活在痛苦的煎熬中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都怪我太贪心了，一开始只是想让你平安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后来我又希望你能想起所有事情，想起你最爱的人是我。但3个人的时间实在太拥挤了，总得有一个人先退出。喂，楚楚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表哥，你来接我回去吧。喂，一个坏消息，那个匪徒自杀了。自杀了？我当时用刀插他大腿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自杀的意图，怎么可能突然的自杀？不排除他畏罪害怕的原因。你手里的那个东西现在藏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那个匪徒和你说的。我之前失过忆，有些事情记不清了。你要不……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差一点就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交了出去。那个人已经警觉了，他猜的东西还在我手里，肯定会再次出击，我身边的人肯定会陷入危险。阿姨，病房里面有人呢，刚刚还在那。出院了呀，我这不是来换被单了吗？我就要下班了，突然出院，害得我再返回了一趟。喂，庭生，我是老许，当初派你做任务负责和你接头的人就是我。4年前你没有应军之后，我以为你出事了，但当时你的信息都是隐秘的，我也不敢断定你死亡，也没找到你的尸体。没想到老天爷有眼，4年后你回来了，我都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居然是真的。一个坏消息，那个匪徒自杀了。老许，你们抓的人在监狱里自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，你怎么知道？我马上过来找你，我有事和你说。他真的是自己出院的吗？先生，您都问了3遍了，是他家人过来把他接走的。宋庭生，哇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我一直以为能够在线人圈子里混到你这种高度的人，怎么都是那种放到人群里都找不到的存在。你看我头都秃了，没想到你从阎王爷面前走了一遭，这简直帅得没道理呀！要是我没有彻底恢复记忆，可能我真的会忘了我隐藏身份的这件事。可能你当时被敌方基地的人抓住，你怕泄露秘密，所以你把紧要的人和事都紧紧地锁了起来，对所有人的设防，哪怕对自己都不放过。只是没想到，打开我这扇门的钥匙竟然是楚楚。你暂时平安活着这件事情，只有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那个黑衣人已经死了。自从他死了之后，所有线索都断了。
我是真不知道该找谁了，所以只好来找你了。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，知道我还活着的消息，不仅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也猜到了，那黑衣人死得太过蹊跷，他可是1级犯人，重点关押。据说警察给他放饭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吊死在窗口上，距离他被关押也才不过2个小时。从那通电话来看，这件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。对了，那个号码我查过了，是个虚拟号码，归属地在国外，估计黑客利用什么手段设置过了，追踪都追踪不了。这也太可恨了！我第一次遇见这么难追的人，你说这背后到底是人是鬼啊？枪都指我脑门上了，愣是连个人影都没有。等我抓住他，非得扒了他一层皮才行。喂，妈。梦妍不见了，他一直蜷缩在房间里不肯出来。刚才医生给他送药，他也不开门。拿钥匙开了门，他不在床上，他在被窝里藏了个枕头。梦妍早就失踪了。他留了个信封，上面写了2个字：血印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你看到的确定是血印？庭山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我拍给你。我靠，这哪是签名啊？这分明对着我在笑，太恐怖了吧！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？连签名都这么恐怖，太吓人了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对着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名字，你也不嫌恶心？来，你看这里。我去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我立刻去医院取信封，然后送过来。好，我立刻去申请，安排检验科的人过来检查，看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牛鬼蛇神。距离他恢复记忆才过去不过短短48小时，可他们却已经掌握了一切，带走了谭梦妍，甚至还向他宣战，就好像从始至终他的一切都没有逃脱他们的掌控，就像他的身旁一直有一只眼睛在暗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医生，我找到了，据说这是一种化工厂的原料，这玩意儿1斤就要10万块，制作手续还特别贵。我搜集了全市所有的化工厂，只有最近郊区的一家才有过购买记录。哪家化工厂？新山化工厂。又是新山？对，就是新山。据说是4年前才新建的，后来突然就废弃了。庭山，你怎么了？新山，我4年前出事的地方。啊？怎么会这么巧？4年前你出事的地儿不是在隧道里吗？不是的，这只是你们知道消息。他们在新山化工厂设置圈套给我。我本想着他们有其他的计划，就偷偷摸进去，没想到他们就在那等着我。我后来想逃，怎么也逃不掉。他们那些人是出了名的血性。你在里边遭受了怎样的折磨，我真的想都不敢想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藏得那么深，他们怎么会这么精准的找到你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前面就到了，我先进去探探里面的地基。如果他真的在里面，我就通知你，你安排大部队过来。好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
庭生，你到底把他们怎么了？你到底把他们怎么了？你这么快就到新山化工厂了？果然是你！你是故意在信封上留下那个痕迹的吧？你只猜到了我的第一步，没猜到我的真正意图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想知道啊？那先甩掉你的尾巴，不然后果是你绝对难以承受的。把你的手机放在桌子上，把你身上准备的一切东西全部拿出来放过去，然后按照我给你的地址找过去。我要听到叔叔的声音，我要确保他的安全。你还是这么警觉啊？你就这么关心他呀？另一个你是一点都不关心，看来是真的不爱呀。你的2个女人现在都在我的手上，当然，你现在也可以转身不照走，但我保证，你从今以后不可能再找到她。宋庭生，你没得选。喂，喂，喂！从工厂后门出去，向西走5公里。开始就是结束。在那，他在那。坐。叔叔，你把他们怎么了？宋庭生，你是叔叔的表哥，陈默生。难怪一直找不到你，原来幕后的人一直就在我们身边。他竟然想自杀，好让我不让你为难。但我怎么可能会放过看你好戏的时候啊？我当然不会答应他，你说对不对呀？你把他怎么了？庭生，梦妍，你没事吧？庭生，你快救我！你要怎样才可以放了他们？早就听说你是猎豹特战队的精英人员，今天就来检验一下你的成色喽。上！上！猪猪，小心！庭生，你就这么喜欢他？他这么对你，你还要留他最后一口气？这是我的事情，
不需要你担心。梦妍，你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但是你自己不要。你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？谁跟你说他是雪鹰的？怎么会？你才是他们组织里的老大。你进组织的第一天，我就注意到你了，但是也是同一天，我就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我当时想杀你来着，但是我犹豫了，因为我觉得你挺有趣的，所以我就策划了那场你被杀的事故，顺便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杀光了，趁机把你救下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到你身边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失忆的事情只不过是我用了一点点的小手段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忘记所有的事情，以绝后患。可是你还是想起所有的事情来了，都怪他。你做的这些，就是为了得到我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不管是从前，还是以后，还是一辈子，我都不可能爱上你。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你的爱，我根本一点都不稀罕。杀人的游戏我已经玩腻了，我找你不过是想玩一场新的猫鼠游戏而已。我就是想看看，当一个男人记不起自己心爱女人时，会露出什么恶心的样子。我也想看看，当你知道你最大的敌人一直潜伏在自己身边的时候，他又会露出什么失败的表情。你还不处理他，时间久了不好。我不会杀他们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杀他们，那你要干什么？杀了他，我还要怎么玩？你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老子不跟你玩了。谁让你走的？看来床说的不错，雪鹰十分厌恶背叛自己的人。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天使，说你怎么样了？山上的人注意，我们已经把这里包围了。雪鹰，你的游戏结束了。我才是游戏的主导，游戏结不结束，我说了算。你还在挣扎什么？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包围了，就算是一只鸟也飞不出去。宋天师，这场游戏我输了，我认输，我去死。但是你这辈子都别想抓住我。你要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疯了，莫言！莫言！庭山，庭山，还好你没出事儿。我看到化工厂突然没了信号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出事儿了。我注意到你留下的手机，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，我就立马联系大部队，派人赶了过来。还好你没事儿。哎，这就是血鹰吗？他不是。真正的血鹰已经自杀，跳了崖。什么？自杀？真是个疯子！大家跟我一块儿去悬崖寻找遗体。都结束了。这么多艰难，
我们都挺了过来，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。